千金难遇好主揪，万金难有好教学。欢迎来到给肥龙一合作游。在兵器时代中，玩家将在这永冬的世界中维持能量塔，并维护社会秩序，想办法达成剧本目标，并延续人类的火种吧。本教学前段会介绍概念和流程，后段会讲解细部规则。如果你喜欢学习中式游戏，欢迎订阅我们哦。或是你愿意支持我们，那欢迎使用超级感谢，还有加入会员哦。游戏的设置复杂，且又跟剧本挂钩，且各个部件若不懂，看设置也没有意义。因此，设置部分将留在最后才说明。这边先让 TTS 帮我设置好，讲解完之后再回头看第一个剧本的设置。若有需要先看设置，请善用时间轴与置顶留言进行跳转。本次教学将以2人局的新手剧本《新家园火山口》为主，另外东西很杂，因此注意事项将会放于置顶留言，不会在影片中赘述。最后，本教学采用 TTS 模组，但实体将会有超多模型，增加代入感哦。首先看到游戏的概略流程，游戏的目标是完成场景卡上的目标，但可能不是写在第一章，玩家必须透过探索事件推进目标，从而知道本次场景的胜利目标。而失败条件有下面几个，达成其一，玩家就会输掉游戏。这边仅先概略讲过，懂规则之后就会立刻理解。首先，能量塔没有能量。这边指的是能量塔第2次损坏，游戏就会结束。再来是人民过于绝望，也就是希望轨上没有希望标记，或不满轨上放满了不满标记。下个是瘟疫肆虐，在准备阶段时，人口记录任意一个疾病标记达到26或以上。再来是饥饿暴动，于饥饿阶段支付完食物后，饥饿标记在25以上的话，玩家也会输掉。最后是死太多人，实体标记打到最右边会直接输掉游戏。接着讲解一轮的大概流程，相关细则将放在后面解说。首先，前置阶段主要就是执行各种事件、天气以及确认能量塔是否有正常运作，并且会决定本轮能使用的行动数，也就是这些米宝。再来就进入行动阶段，为游戏的主要阶段，会确定本轮能使用的行动次数，并且从有领袖标记的玩家开始，顺时针轮流花费米宝来执行一个行动。可执行到补给版图右方的米宝耗尽，或是大家都不想执行回合为止。基本上此阶段就是想办法撑住社会系统或达成剧本目标。最后进入整理阶段，主要是结算一些后果与要给市民吃饭、度过寒冷的夜晚的步骤。玩家将持续这样一轮的流程，直到达成剧本目的或失败条件为止。在进入详细的流程解说之前，我们必须先看几个前置的概念。此段会介绍各种区域的概念，非常之重要，请务必理解每区的概念，才能往下进行。轮次晨间版图，此版图主要在记录轮次、即将到达的暴风雪、会触发剧本事件的回合，以及技术研发进度用的。再来是补给版图，用来存放可用资源或是可动用米宝之类的地方。游戏中没有个人补给区，补给区的东西是所有玩家共用的。此版图上方也就记录着尸体数。当有人死的时候，此处的尸体标记会往右一格，代表加1个尸体。下面看到希望与不满区，这2条轨与游戏息息相关，其中不管哪个标记都有2面，白色面朝上代表着启动面，黑色面朝上则代表消耗面。被要求要启动时，请将之翻成白色面。游戏中获得希望或不满时，都是从袋中抽取，并以消耗面朝上放在对应列的最左边的空格。因此，若无空格就不能再增加了。游戏中的卡牌可能会出现指定类型的用语，例如+1关怀，这时一样是随机抽取，并以消耗面放置。但放置后列上若有关怀，就将关怀面翻面成启动面。若用词是降低，此时玩家有2个选择：翻面任意一个启动面，或是弃置任意一个消耗面的标记。但若是弃掉，就是选一个，不管状态直接弃掉。任何瞬间列上有空格，都要立刻尽量左推。下个是人口版图，分为上半部的人口区与下半部的粮食区。人口区主要记录了工人黄色的、工程师蓝色的以及儿童绿色的，这些标记所在的位置等于人口数，但集距上方显示的才是玩家有的行动数。例如，若工程师在第15到19之间，代表着玩家有4个工程师米宝，也就是4个行动数。另外，每种市民也有对应的生病标记。当获得生病人口时，请将对应的生病标记右推，生病标记不会超过对应的市民标记，若会超过就改为翻面生病标记到骷髅面，这代表有人陷入了重病。若需要再翻面回注射面，就代表重病的人死亡。
请翻面回注射面，并且后退一格，对应的4名标记也后退一格，然后将尸体标记右移一格。之后抽取一张4名牌，并尽可能结算下方对应的死亡类型的效果。玩家此时可以改为从手牌弃置相关的牌来代替抽牌库的牌，但必须弃置与死亡类型一样的4名，请看左上角的标记。对应后退疾病标记的关键字是治疗，就是左推疾病标记。另外特护也就是特别照护，代表可以翻面骷髅标记到注射器面，但不用处理死亡效果。而下半部代表着粮食，玩家每轮都要解决饥饿的问题与喂养特定的4名，不然可能会让4名不满，甚至造成有人饿死的窘况。下面看到建筑版图，每片建筑版图下方的颜色等于保温等级，这个在能量塔区域时会解释。对于色弱的玩家可以用白条来辨识保温等级。这些建筑板块会放到地图的六角形版图上，小的仅会占据1格，也就是半格的六角形，且每轮仅能使用1次。大格的会占据整片，但每轮可用2次，因为它占据了2格。建筑板块在版图上是固定的，但会随着游戏进行，可能会有额外的建筑板块。另外，地图的能量塔板块本身印有2种建筑板块，左边是讲台，右边是能量塔。会发现这2个下方有工程师符号，代表仅有工程师米宝能放在这边。本教学不会一一讲解建筑板块，有需要请参考置顶留言或说明书的第41页的解说。下面看到能量塔版图，左边的热力标记与寒冷标记中间就是会被冷到而生病的4名，热力右边的线之下代表着温暖，之上代表着寒冷。这几个标记显示了建筑板块的等级与地形板块的远近，因此游戏中控制热力是非常重要的行动。但热力标记不会超过寒冷标记，且热力标记上升后也会在能量塔阶段额外丢入供应区的煤炭到塔中，这可能会造成塔的压力升级，而造成能量塔爆炸。每次在能量塔阶段最后都要检查有多少煤炭掉到底部。实体有个抽屉，请拉出来看，将掉出来的煤炭放到左上角的压力格，当压力格被填满且超过后，能量塔就会爆炸。此时将这些煤炭全部拿出来放回供应区，然后热力标记翻面成过热面并放到最底，然后将寒冷标记以及右方3个标记全部上推1格。而第2次的爆炸会让游戏结束。阻止爆炸的其中一个方式是使用能量塔旁边的能量塔建筑，效果是将压力区的煤炭至多弃回供应区5个。若额外花费1个蒸汽核心，则移除全部煤炭，且若为首次这样做，可以升级能量塔。将升级部件放到能量塔上方，这样就有更高的几率卡住煤炭而不让它掉出来。下个是法典区，当玩家使用讲台建筑时，会颁布新的法典，选择一张此游戏中被选中的法典，放入法典区，预设在地图的左边。若有立即效果，请立即执行，然后将此法典对应的法典后果牌随机选一张面朝下洗入黄昏牌堆，另一张移除。所选的法典立即生效。若此法典左上角有指定移除法典，这代表2个法典冲突，指定的法典与其后果卡都直接移除游戏。另外，法典可能会与一些建筑板块有关，请将对应的建筑板块放到建筑版图下方外面，代表此建筑可以开始建造，费用会写在法典卡上。最后看到考察区，此区代表派人去很远的地方进行考察，若此区已有考察队在此，天气阶段的天气牌可以让考察区的米宝前进。考察卡右上角代表了此卡探索完毕后可能获得的奖励，通常会比标记的还要多。当米宝走到最顶时，可以选择跳过或继续探索。若选择跳过，则拿取下个字母的考察卡，而因为最高只有到 C， 因此玩家是不能跳过 C 的考察卡的。拿取的考察卡白面朝上放到此考察卡上方，仅露出下面那张牌最下面那格，然后将米宝放到新卡的最下面那一格。每用完的考察步数会继续计算。若玩家选择探索词典，则翻面此卡，执行上方的效果，可能会有蓝色或黄色的箭头可选。若选择蓝色，代表继续探索。因为米宝此时还在远方，因此玩家不会获得对应的奖励，并且抽出下个字母的考察卡，并以白面朝上放在此卡上方，然后将米宝放在最下面那一格。剩余的考察步数会被浪费掉。若选择黄色，则代表返回，米宝返回补给区，然后获得此卡显示的奖励，以及此卡下方所有蓝色箭头显示的奖励。之后查看一下箭头下面是写 A、B 还是 C， 若为 A 就整叠移除，放一张新的 A 的考察卡；若为 B 或 C， 就将此堆翻面成白面朝上，然后放置指定等级的考察卡到上方，下方每张卡仅露出第一格。以上这些概念讲解完毕之后，就可以进入游戏的详细流程。首轮将会从行动阶段开始，
无视前面5个步骤。但为了讲解方便，此处依然从最上方的黎明阶段开始逐个解说。前置阶段中有5个小阶段，第一个是黎明阶段，首先将领袖标记顺时针传递移位，然后将轮次标记移动到下个数字。若碰到事件标记，则就看场景怎么写；若碰到风暴，则天气阶段会有额外的结算，这个后面会讲到。若碰到发展标记，则将此标记翻面成白色面朝上，放到空的技术牌上，代表拥有了此技术，并且拿取任意一张未发展技术卡上的标记，放到 N 轮之后的位置。N 要看牌上写的数值，但若因此会超过15，则放在15上便可。至于第一个发展标记怎么上去，与建筑板块有关，请参考规则书最后的附录或置顶留言。黎明阶段结束后，进入晨间阶段。翻开这个版图旁边的晨间牌，根据牌上效果做事情。若上面有各种数字，代表的玩家必须做抉择。抉择完毕之后，若有 X 符号，代表移除此牌，且上方的任何标记都要弃置。若为惊叹号，则代表此牌要放到事件展示区。说明书上建议是地图左上角的外面。晨间阶段结束后，就进入能量塔阶段。玩家此时可以立刻从补给区丢 N 个煤炭，并上升热力 N 格。上升完毕后，判断热力与寒冷标记中间被冷到的生病的市民，而移动对应的生病标记。结束后，从供应区放热力标记旁边显示的数值一样的煤炭到能量塔中，然后检查能量塔是否爆炸。检查完之后，进入天气阶段。翻开旁边天气牌最顶部的那一张，从上到下逐个结算。例如上升特定的标记，获得食物，这个食物必须要有猎人小屋才能获得。猎人小屋是一个建筑板块。然后考察前进，其中考察前进是每个考察区的米宝都会获得对应的步数。之后暴风标记左移，若黎明阶段或移动暴风后，轮次标记与风暴标记交错或在同格，就要额外翻开旁边的风暴牌进行上方的结算。天气阶段结束后，进入准备阶段，可自多翻面一个启动的希望标记来执行一张顾问牌的效果。该启动哪个写于雇用牌上。结算完毕后，查看人口版图的各个疾病标记，每个标记获得下方显示急剧的惩罚。例如位于10到14的话，将此生病标记翻面，并且将一个对应的市民的疲劳标记放到供给区上，代表此轮行动阶段会有一个对应的市民米宝无法使用。都确认完毕后，进入行动阶段。此阶段会先检查人口版图来确认有多少米宝应该在供应区，请调整到该有的数量。考察区的米宝会计算在这个数量上，请再三确认供给区放入的数量。若米宝有对应的疲劳标记，请将米宝放在其上，代表这个米宝此轮不可使用。然后从有领袖标记的玩家开始轮流执行一个行动，但在每次行动前，玩家可以放置 N 个煤炭到能量塔，但不会检查压力，压力仅会在能量塔阶段最后检查。行动有分寒冷或温暖，若为温暖则无事发生，若为寒冷则对应市民会生病，且让生病标记+1。至于温暖与否，要看执行的点的米宝是否在能量塔的温暖范围内。若一个点同时有寒冷与温暖，例如建筑板块在温暖，但所在位置在寒冷，则温暖优先判定。而行动种类有下面几个，基本上都会花费一个供给区的非疲劳米宝，但儿童米宝除非有相关法令，不然不能使用。执行行动时，若手牌上的市民卡有对应可强化能力，在此时可打出至多1张来使用中间显示的能力。此时无视左上角的类型，且打出后暂时留在自己面前防呆，因为每轮每个玩家至多仅能打1张市民卡。能执行的行动有下面几个：移除积雪，此行动永远寒冷，因此旁边有画个针头防呆，概念上就是探索地图，将米宝放在此处，可尽可能的从邻近板块翻2张，或从遥远板块翻1张放到地图上。此行动格没有米宝数量限制，邻近的板块就是放到能量塔板块的周围1圈的某格内，而遥远就是放在外圈，但放置的点必须能透过板块连接到中央的能量塔板块。放置板块后，上方显示什么东西就放什么东西上去。若有食物，就移动人口版图下半部的食物标记对应的格数，也就是说食物是立刻获得。第二种行动是收集资源，将米宝放在某个半格上，获取上方至多2个资源，将这些资源放到供给区，且除非特别说明，不然这种半格都只能被1个米宝占据。另外，能量塔板块有5个半格可采，其中有1格是实体要拿来拉开抽屉用的，此格不算半格，也不能盖建筑物。另外，也可以将米宝放到建筑格上来使用建筑效果。下面是建设建筑，此行动永远温暖，每次可至多建设或拆除共3次，且可以混搭。建筑费用写于板块上，就是圈圈内的这些。有些建筑板块会放在外面，这种要看相关的卡牌。
上方会有建筑的成本。支付成功后，将选中的建筑板块放到地图上没有米宝且没有其他建筑的半格上。放置的位置若有资源或树木，就将这些东西弃到供应堆。至于拆除，就是选个没有米宝的建筑，将其放回建筑版图的对应格子上。但若左上角有红色房子符号，代表此板块无法拆除。另外，建设建筑时仅能建设基础建筑，升级要靠工作方的建筑行动来升级，而升级费用写于圈圈下方。若没有，代表此建筑本身不能升级。还有大格建筑板块会占用一整格的空间，且不能跨格建设。下个行动是派遣侦查员，此行动永远温暖，但必须在灯塔这个建筑板块出来后才能使用。玩家不必放置米宝到灯塔上，直接宣告侦查便可。且此行动无论如何都仅能使用工人或工程师米宝，可将米宝放在某张考察卡的最下方，但同个时间点仅能有一个米宝出去考察。升级灯塔后可同时考察2个点。最后是卡牌行动，除非卡牌特别写到，不然视为温暖行动。这些牌的右边通常有放置米宝的位置与需求，且相关的效果都写于卡上，这边不赘述了。行动阶段全部结束后，进入整理阶段。整理阶段有3个小阶段，第一个是黄昏阶段，场景卡、事件卡展示区上有黄昏阶段字样的卡会在此时发动，发动顺序制定，然后洗混黄昏卡堆，并翻开一张执行上方的效果。叉叉与惊叹号一样处理，若没有符号，请放到左边的回收区。因为此卡之后可能会洗回黄昏牌堆，若抽到社会分歧卡，也就是黄色这种，执行完毕后将之移除，并尽可能的补充一张新的社会分歧卡到黄昏牌堆。加入前请先看上方的效果，以便所有玩家有时间准备因应。结束后进入饥饿阶段，首先饥饿标记要尽可能的降至0，每降一个食物标记就会降低1点饥饿，直到饥饿降到0为止。支付完毕后，若饥饿还在25以上，玩家们会直接输掉游戏。若没有，就根据饥饿标记下方的集聚受到惩罚，例如在20到24之间，就是加1个不满标记与死掉4位市民。死掉市民由轮次标记所在栏位上方所决定。结束后还要喂养这种市民，每种这种市民要吃1份食物，每不够支付1份就加1个饥饿。但记得饥饿只有在饥饿标记开始那次会判定输赢，因此就算此时超过25也不会立刻失败，仅需翻面之后从0继续加便可。饥饿结束后进入夜间阶段，将上方有米宝的疲惫标记弃置，上方的米宝还到补给区。若疲惫标记上方没有米宝，例如本轮没有产出足够米宝放置，这种疲惫标记会留在此处，直到有米宝放在上方为止。除了考察卡上的米宝全部放回补给区，然后此时若愿意可以放 N 个煤炭到能量塔进行升温。升温后看一下场面有哪些庇护所是温暖的。所谓的庇护所就是建筑板块上有米宝图案或儿童图案的图案，同时也就代表着容纳上限。将米宝放在这些温暖的庇护所，无法放置的米宝每个会因为被冷到而上升对应的生病标记。都结束后，将所有米宝放回供应堆中。最后自己面前若有市民牌，将之弃置。游戏将重复这样的流程，直到达成剧本目标或失败条件为止。战力条件要看场景卡的说明，一开始也可能不知道。而失败条件再次列在画面上，有需要请自行暂停观看。最后这边补充一下2人局新手设置的剧本，也就是新家园火山口的设置。首先将能量图板块放于中间，上方放置能量塔。伙房板块5个木头、5个煤炭放到画面上显示的位置。边界版图峭壁面朝上，以能量塔为中心围绕一圈。起始冰墙标记中随机移除1个有煤炭或木材的，剩余6个随机放在边角的6个点上。翻开之后将空白的移除，只留下3个在资源点上。地图板块根据排辈洗混之后面朝下放到附近。从遥远板块翻出3个，个别放在没有冰墙标记的位置，然后在其与能量塔之间补充1个邻近板块。这些板块上若带有资源或树木，则在上方放置对应的物资。若有食物标记，则先记得数量，这边以 N 表示之，后面会用到。木材、煤炭、树木、核心蒸汽等所有资源放在附近，好拿出便可。接着看到公共区的设置，将所有考察卡拿出来，根据左上角 A、B、C 分别洗混，以白色面朝上放在地图附近，然后抽出3张 A， 一样白色面朝上陈列放在地图附近。拿出技术卡，移除其中的蒸汽枢纽，并抽出4张面朝上放在地图附近，每张上方放置发展标记，未启动，也就是黑色那面朝上。拿出社会1普通的社会卡放到附近，上面显示了等等要设置的各种起始资源。拿出人口版图，根据刚刚的社会卡下方显示的数字，将对应的标记放在对应的位置上。食物标记也根据此卡放到8，记得加上刚刚地图设置时的 N。饥饿标记则固定放在0的位置。希望不满版图放在人口版图附近。
不满和希望标记分别放入不满和希望袋中洗混，然后根据社会卡个别抽出左边显示的数量，从左而右白面朝下放置，并根据社会卡个别右边的数量从左而右翻对应的数量标记，变成白面朝上。轮次晨间版图放在希望和不满版图附近，轮次标记放在1，晨间卡全部面朝下洗混之后放在右方，将风暴标记放在9的位置，并在4、11与12放置触发标记。其他剧本请参考场景书。黄昏版图放在人口版图附近，无法避免，也就是 D000 卡牌的黄昏卡面朝下放在中央的空格。社会分歧卡全部洗混之后放在旁边，并阅读第1张，然后将此卡面朝下与无法避免卡洗混放在中央，其他黄昏卡面朝下放在附近便可。补给版图放到附近，尸体标记根据社会卡显示放在1上，也根据社会卡拿取对应的物资放到这个补给版图左边的空格上。每种市民根据人口版图对应的标记位置集聚拿取对应数量米宝到补给版图的右边空格。若社会卡有机器人数量，机器人标记也放置在此，然后疲惫市民标记放在此版图旁边备用。建筑版图放到补给区版图附近，建筑板块根据空格显示的建筑符号放置，请尽量以没有菱形符号那面朝上放置，除非另一面是废墟。其他建筑板块可以先放到下方备用。从法典卡抽出 L01 到 L08， 面朝上放在附近成为法典堆，再从 L09 到 L16随机拿出4张法典卡，然后将对应的法典后果卡面朝下放在附近便可。模组已经帮你找好了，实体中也可以参考画面这样，将每一种的法典卡的对应后果卡拿出来放在法典卡下方。能量塔版图放在附近，将热力标记放在最下方的齿轮上，寒冷标记放在下属来第5个格子，然后将3片热力范围指示物如图片这样放好。所有天气牌洗混之后面朝下放在左上角，阶段卡放在附近，并将阶段标记放在行动阶段上，并将市民卡洗混之后放在附近。最后看到玩家的设置，随机拿取1张顾问卡，然后抽取6张市民牌入手，并从中选1张弃置，但必须能够执行或支付右上角显示的动作或资源。若真的无法执行任何1张，就无视右上角弃置1张便可。但此种情况下会根据类型，也就是左上角增加1个对应的生病市民。最近开火过的人当起始玩家，拿取领袖标记，然后职责表尽可能分配给每个玩家，建议要包含自己所选的顾问职业。最后看到场景设置，阅读场景卡 IS01， 并面朝上放在附近，将剩余的场景卡 S02 到 S07 面朝下放在附近，并将储备标记放在附近。IS08 风暴卡面朝下放在能量塔版图天气牌的左侧。以上都设置好之后，就可以进入游戏的正式流程。正式流程已于之前讲过，下面就直接进入游戏的心得总结。兵器时代是由知名电玩冰封朋克改来，桌游版中还原了最大精髓抉择。在物资、粮食都有限的游戏中，玩家必须做出各种抉择，例如是否使用铜弓等等，且每次的抉择又可以产生出复杂的后果。虽然流程不算简单，但只要愿意在这个末世中分工合作，想必也能好好的生存下去吧。若桌友们喜欢这种硬核生存游戏，或者就是冰封朋克的粉丝，这款应该可以满足你的需求。这次的教学就到这里，如果喜欢请帮忙按订阅、喜欢和留言。每个礼拜2晚上给飞龙一合作的频道都会有新影片，那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